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星辰，今天再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由万代所推出的《复仇者联盟4：穿越美队》盒子，以复联1美队战服为设计，在盒子的底部印有复联4的终局之战的标志，且也有美队对美队的标识，也就证明了这一款是穿越过去的美队。在盒子的背面呢，这就是这一款产品的造型图展示了。那么在身材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万代做的这个复联1的美队身材整体还算是比较匀称。然后我最喜欢的还是万代这一次肩膀的设计啊，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肩膀设计很完美的展现出了美队这种肩宽腰细的感觉啊。在身上的布置方面与皮质方面，这就是以亮光和哑光来区别开来啊。可以看这一次皮质方面都是以这种比较油亮的这种亮光来区别开来，整个鞋子就是感觉像一个套鞋一样，非常非常的油亮啊。那对于这个臀部做的有没有剧中那么翘呢？我个人感觉这个万代做的稍微是偏扁平了一点啊，哪怕是你调整角度看的这个臀部，始终都是没有剧中那么翘的感觉。可动性的话，头部抬头、低头、两侧侧摆、360度旋转都是没有问题的。手臂的平举可以轻松达到90度。然后这个蝴蝶关节好像导致这个背部啊没法做到特别好的一种夹背啊。然后向前伸的话也是会出现，就是它这个蝴蝶关节虽然一体性很好，但是由于这个胸太大了，可动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曲肘趋近于15度，再往后的话就会出现回弹的情况。胸部的可动性呢，则就是前后接近15度。腹部是不能进行360度旋转的，因为这个胯是一个硬胶材质。腿部呢是有一个拉伸关节的，可以向下拉伸，做出完美的踢腿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两条小腿可动性都是趋近于30度，这已经是最大的幅度了，不能再往后伸了。毕竟它这个腿是一个肌肉型的，所以说由于这个大腿的干涉也会出现回弹的情况。那对于这一颗陶种的真人头雕呢，我只能说在某些角度还看得过去，但是你如果正面看的话，就会发现它这个头雕涂装做得非常拉垮，眼睛完全就看不出瞳孔和眼球的一种区别了，基本是硬糊了啊。但是这个头雕的模子呢还算是 OK， 在一定的打光呢还是能看得出来这是美国队长。那么这一个头雕呢，可以看到是万代想还原出那个老年美队啊穿越回去丢盾牌跟这个美队互相互殴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头雕。但是这个头雕这个愤怒脸反倒是觉得这他妈是谁啊？他这个嘴巴的印刷不知道是像有血迹还是什么，然后我这个印刷可以看我的眉毛上面还有个点点，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头发还是一样的，这个头发印刷总是感觉下面是糊的，它这个模具当时就是这样，加上这个头雕龇牙咧嘴的，真的，还有这个眼尾纹，这真的是咱们陶总这样子吗？盾牌的饱和度非常高啊，非常崭新的一个盾牌，可以看背部细节也都是有的。造型手的数量呢也非常丰富，常态下的造型手分别有2对，一对是放松的，一对是张开的。握持盾牌的手呢有3个。一个是手提盾牌，一个是丢出盾牌，还有一个是握持盾牌的手型，以及一个指人的手型，还有一个卡特的怀表。这就是这一款的亮点了，附带了一个飞盾的一个特效件，在2代美国队长约翰沃克美国密探里面也有附带。通过一些特定角度啊，你能完美还原出美国队长扔飞盾的感觉。总结一下，这款美队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它的配件量非常多，附带了2个真人头，你也能还原出一些特定的场景。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款万代做的美队的。好的，那我们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